大家好，我是易胜老师。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Unreal 里面的 Starter Content 初学者素材包。这一包里面呢，会将 Unreal 的一些现有的材质、模型相关的素材直接给你，方便你开始建构一个全新的场景。那里面包含了有建筑啦、音效、蓝图、全景图、关卡等等这些。那这边要请各位记下来它的中英的对照，然后把英文记下来，以后专案素材都用这样的命名方式哦。好，那我们进入 Epic Game Launcher 启动器，我们这边用 5.2.1， 我们现在开启软体。那开启的时候呢，它就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载入，这个时间要取决于电脑的效能。那载入的过程当中，那个启动器会自动关掉，这个是正常的哦。那之后要打开的话，在右下角的长柱列这里点2下。又可以再打开的，所以这个它会自己收起来。那现在我用手动打开，让你对照一下。那现在正在载入一个新的场景。那载入新场景需要一些素材，所以这边就需要等待一下。好，那这个就是开新专案的画面。我们选择游戏，然后用全新的，我们不载入任何素材。我们现在就是来认识这个东西叫做 Starter Content。预设会勾预设会勾，所以就保持打勾。我们来认识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我这边不用其他素材，待会进去 Unreal 专案里面可以确保所有资料夹都是全新的所以基本上你应该只会看到 Starter Content 初学者内容包的这个资料夹而已所以选择这个新的那路径呢，我放在 Unreal Project 这里。好，这个路径。那档名呢，我就取名 Starter Content， 但是它不支援空格所以空格要拿掉，或者是下底线这样。好，那这个专案名称没办法当做容器名称，也就是说资料里面的那个资料夹跟这个名称是一样的，它不允许这样一样，所以我即使有下底线没有空格，它还是出现警告。因为待会我们开进专案里面，你注意看会有一个资料夹叫这个名字，那你如果取一样的话，这样它会搞混所以这边我就用starter 就好了，这样这样就警告就不见了好，按下 create 建立专案，这是我的新专案右上角 starter OK， 这个是 untitled 就是没有命名的关卡，所以这个关卡目前没有命名，Ctrl 加空白键可以开启支援浏览器。那这个是浮动的，如果你去做其他的编辑，它会自己收起来Ctrl 加空白键又会再打开。那这边有一个叫钉到四步上就会钉到它下面。这个看你的习惯，如果不习惯，你就把它叉叉关掉。那你按 Ctrl 加空白键，可以用浮动的方式来呼叫它。那如果你觉得每次都要按 Ctrl 加空白键这样麻烦，你就把它钉靠在界面的下方。这个是2种呈现方式。好，那这边你有看到一个资料夹，有没有看到 Starter Content 有没有？那这个名称，刚才我使用这个名称要命名这个专案，它不让我命名，因为是跟这个资料夹名称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也不行所以我刚刚又改了一个叫 Starter 而已好，那这个场景的名称，这个没有命名所以你待会如果你没有存档，那这个就不见了这个就不见，所以那个这边你最好是先存档。那我们先布置一下，再来存档。那我们先认识初学者套件。这里你看这几个资料夹，它是写英文但是你要认识。好，我们看一下建筑模型叫 architecture， 就对应到这里 architecture， 这里都是建筑类的，所以这里你要认识一下你预设的素材有哪一些东西。再来 audio 声音，都是一些声音的，你可以播放听一下。这现成他给你的声音听一下，那你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建筑的。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可以直接这样抓出去，这样摆在这个场景，这样就会有一个新的物件好，那不要当然就删掉吧好，再来是蓝图 Blueprint 蓝图就是会有互动的一些功能，像这边有一盏灯那这个灯其实会有一个功能，做一些开关或者做一些程式的逻辑。那在这边有一个 Edit Blueprint， 这里都有写一些互动那这个之后再来看。所以所谓的 Blueprint 蓝图就是会有互动行为的物件所以它不是单纯只有一个物件，它会有一些功能在所以这个是 Blueprint。所以前面的开头会用 Blueprint 或是用 BP 来做命名，这是它命名规则。这个资料夹名称要记我们介绍这个主要是认识初学者套件有什么东西，再来你要把中英对照记一下，然后英文记下来，
以后你的专案资料夹尽可能用英文来命名，以避免其他无谓的错误。好，再来是 HDRI 是一些全景图，点2下可以看到这一张图，以后可以做环境照明。再来 Maps 的地图，那这里的地图会有几个，那我们认识一下哈。那一个专案一次只能开一个地图哦，注意这个规则。那我现在开启，比如说 Starter Map， 我要点2下咯，点2下可以打开。那打开跳出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没存档。他跟你讲，这个没存档哦，你要不要存档啊？因为我们一次只能开一个地图，一个专案一次开一个地图而已，但是一个专案可以包含好多个地图，那你要开这个或开这个或开这个都可以，这通通在这一个专案当中，所以一次开一个而已，那你现在开这个，那他就要关掉这个，对，那这个有放东西，你有做编辑，所以他就问你有更改过哦，要不要存档？好，那我要存，我就 save selected 储存选取的，就是勾选的，如果不存就 don't save，如果不小心按错就取消，再看一下有没有按错。好，再一次，好，我要开 starter map， 那我现在这个没存，要不要存？好，我要存哦。好，那你要存在哪里？要存在哪里？这个资料夹结构就是你这个专案目录的结构，那你要存在哪里？好，那记一下。我们的地图都存放在一个资料夹叫 Maps 或叫 Label， 这是规则。初学者学 Unreal 一定要了解这个规则。每个资料夹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要怎么放？放在哪里？你要记得这个规则。那规则就是遵循这个表。这是放建筑物件的。音箱放这里，蓝图放这里。那我们地图就放在关卡。地图呢，英文叫 Maps 或叫 Label 都可以。Label 像你在存关卡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些 label， 现在这个还没结束，但我们再来看，所以 Maps 叫地图或叫 label， 那你要存在这里，存在这里，好，存这边，你不要乱放哦，因为以后你的游戏开发越来越复杂，场景越来越复杂，你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命名规则跟养成分门别类的习惯，你后面会失控，这个先记一下。好，那这个是我的 temp， 好，临时的 map， 好，那我先按下存档咯，存档。它就存放在这里，它现在正在开新地图。那开新地图的时候呢，有一些错误，它就会警告你。那这些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关掉。好，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解决。那新的地图呢，就会牵扯到编译材质跟贴图，所以它这边需要准备它的材质或贴图，所以它这边需要它一些时间处理。所以等它跑完，你这里的材质显示才会正常。这个是我们预设的，预设这个。初学者套件的关卡，它预设给我们的这个关卡叫什么名字呢？看这里，专案的名称，看这里，好，那我刚才存了一个叫做 temp， 有没有？这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关卡，然后每一个关卡都会带出一个叫做它的描述档，这个关卡有了什么东西，它有描述档，所以这个存了这个一定会带出一个这种描述档。所以这两个是一组的，不能删掉其他一个。好，那这个认识完了，那我现在再开启刚才那个 temp。好，要开任何的场景，直接在这个场景的档案双击。当然你要先找到它在哪里咯。好，那这里点2下，好，就直接打开了。那为什么直接打开？因为刚才我开启 Starter Map 那个场景，我都没有做任何编辑，也没有变动，所以没有做任何更改，所以开这个就打开了。那我现在再开这个。它也直接打开，因为你都没有做变动。那如果我把这里做变动，这样，比如说我把它移一下，有改变咯。那我现在开这个，它就侦测到，你有动到哦，要不要存档啊？这是它在提醒你这件事。你如果觉得这无关紧要，没关系，好，不用存，那它就不存，然后开启这个。好，这个是开启关卡的一些该注意的。一个专案可以有这么多的关卡。看你要几个，那每次打开的时候，如果没存档，它就会提醒你。那一个专案可以包含多个关卡，但是一次只能开一个关卡。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小场景的关卡，这边只有桌椅而已，没有其他的。那这个呢是用来做校正灯光的，校色用的。这边有一个色盘，是用来校色用的。所以
这个 Starter Content 里面预设会有这3个地图。那你如果想要其他地图，你就自己去新建。所以你看一下，地图又叫 Label， 所以你自己想要建一个新地图，就按新 Label。那新 Label 有一个范本，你要哪一个？这个是刚才预设的，那我现在开一个比较简单的、基本的。好，我现在开一个新的了，开一个新的。那新的你没有存档，都叫做什么 ？Untitled。好，那我现在随便抓个东西进去。我现在随便抓一个东西进去，好，我一样抓，我抓这个灯好了，这样，好，我有抓这个灯咯，然后我又想去开其他关卡，我又开 Starter Content， 它又侦测到，你这个没存哦，要不要存啊？要存你就按 Save Selected， 好，那我就 Temp 2好了，好，这样我又存了一个新的关卡，然后又开启这个，所以我们看一下，刚才存的叫 Temp 2。就是这个有一个灯的，然后刚刚第一个开进专案的时候是这个 temp， 我已经存好了，它就一个灯，然后这个场景不一样哦，它有3哦，它远景有3，那刚才新建一个比较简单的关卡，这个是一个平面而已哦，它没有3，但是有云，好，然后初学者套件有包含这3个关卡。就是预设这个场景，有包含很多材质，让你认识这个关卡有什么材质然后还有一个最小只有一个桌椅而已，地板，然后一个校色灯光用的这个是初学者内容包的预设3个关卡，然后你需要多少个关卡，自己透过档案底下的 New Label 去建立那建立的时候要不要存，弹出来的对话视窗一定要分辨清楚。那在其他资料夹，像这个就是材质 material 要记哦对照给各位的讲义。那有红色的字呢，这代表记忆体或者是你的一些快取资料不太够啊所以会有一个红色字这个就先知道就可以了。如果跑不太动的话，那可能要提升显卡或者是增加记忆体。再来，这是粒子系统这边有很多的烟雾特效。那你选取它会长这样取消选取，你就会看得到它的全貌好，那这边有很多特效，这个特效也都是在 Unreal 里面呢，从无到有建立的那这个有分旧版跟新版，这个是旧版的，那新版的这个初学者内容包好像没有新版的会更强，所以以后想要做一些刀光剑影，就可以使用粒子特效系统来做。那这个是道具prop 道具或者是物件，就可以拿出来摆一下好，然后这个是形状 shape 形状基本型，再来是贴图跟材质不一样哦，不要搞混了材质是由很多贴图所组成的，可以调出各种质感。那贴图是什么？贴图就是一张图，它不是质感，它就是一张照片一张图那材质就是各种材料的质感它还会有很多贴图所构成的所以这个不一样，它是一个球，它是 3D 的那贴图是一个方形，它只是一张2D 的照片，它不像贴图是立体的好，这先认识然后另外你的资源浏览器一开始会是这样如果你有时候会长这样在浮动，有些人会习惯把它变浮动，就随便你那怎么变嵌入式的呢？抓这个标签，按住左键不放，那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色的框框？它有中间还有上下左右，你拉到这边就会放在左侧，我放开，好，等一下，它现在切入到左侧，不要就抓这个标签抓出来，就变浮动。然后如果你想要切入到右侧，就抓这个标签列靠近右侧的白框，它变吸附的状态之后放开，它就会吸附在右侧。抓这个可以变浮动的然后再抓这个往上下左右中都可以做调整。那我放下面，我习惯通常就建议放下面然后你不小心关掉的，不用担心它不见了 ，Ctrl 加空白键，快捷键记起来，它不见了都是自动隐藏的所以 Ctrl 加空白键它会弹出。那如果去做编辑，它会自己收起来，这个叫做浮动式的那我会习惯做固定的，这依个人习惯调整 ，OK。好，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认识初学者内容包，这个每个资料夹该放什么东西，这个要注意以及场景跟专案之间的关系。一个专案可以包含很多场景譬如说我建了这个要不要存？要。
所以什么时候该存，什么不存，弹出来视窗要注意。那我现在再开另外一个场景，这个没动到，它就不会叫我要不要存，所以直接打开下一个场景。如果你把这个动到了，那你再去开下一个场景，它就问你哦，你有动到哦，要不要存啊？要，储存，然后再帮我开下一个场景。好，场景或叫关卡，场景等于关卡，等于 maps， 等于 label。好，那这通通包含在同一个专案中。好，一个专案就是一个游戏，专案叫 project， 一个专案可以包含很多关卡。好，这样的层级概念不要搞混了。好，来，我这边做一个总结哦。Unreal 的专案结构是这样，它最上层是 project 专案，专案下面可以包含 label 或 map， 这都叫关卡或叫地图，可以是 N 个。那关卡里面又可以有包含子关卡，那关卡里面的每一个物件，基本物件叫 actor， 像刚才这些你所看到这些所有的东西哈，一般有些软体叫物件嘛哈，有些叫做那个 object 哈，那我们叫做 actor。在 Unreal 叫 actor， 就等于是 object 物件，基本的物件哦，在 Unreal 都叫做 actor。那每个 actor 都有一个基本的构成的元件，哦，譬如说这个 actor 是一辆车子，那车子它会有轮胎、方向盘、玻璃，还有汽车烤漆等等，那些就叫零件。好，每一个物件会有很多零件所组合成的，好，所以每个 actor 里面包含很多零件，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灯里面设定一些蓝图，然后做一些开关，所以它里面这个蓝图里面我们就可以包含很多的零件，这就是它的零件 component 元件或叫零件。好，所以这样的关系就先弄清楚就好了。好，所以基本这些物件叫做 actor， 那每个 actor 里面可以包含很多的 component， 就是元件。哦，所以它最上层是专案，哦，然后再来是 label 关卡，哦，然后再子关卡、物件、元件，这就是 Unreal 的专案结构。OK。